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北京的10月，风里带着火药味。中共4中全会今天登场，可是，在会议开幕之前，中共内部已经先爆了。17号下午，中共国防部突然宣布，9名上将同一天被开除党籍、军籍。这一刀砍进了军委核心，被拿下的不是别人，正是军中第3号人物，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他从人间蒸发变成阶下囚，但诡异的是，这么大的事，新闻联播竟然拒报，取而代之的是第2天解放军报的火线社论，没有免罪单书铁券，没有铁帽子王，字字带火，像是在警告谁，军中没有人能再保自己。外界炸锅，这不是例行反腐，而是军中版的重新洗牌，因为这9名上将多半来自习近平亲手提拔的嫡系部队，福建31集团军和东部战区。有人说，这不只是查贪，更是换血。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军方动作刚起，地方也在同步移动。山西、宁夏、内蒙古、湖北等多地高官密集被查、被调职。据统计，205名中央委员中，至少46人已经不在岗，是历届全会之最。中共4中全会成了追认清单的舞台。有人说，这会议不是总结，是交接。同一时间，网络上再度掀起一个古老话题——推背图。第46项的预言被翻出，有一军人身带弓，东边门里伏金箭。巧的是，被外界视为军中实权派的张又侠，张字本就含弓，名字笔画又似拉弓射箭。有人解读，这相图的带弓之人正暗示当下军权的变局。更有观察者说，推背图早预示万人不死，一人难逃，或许正是对应这场前所未有的9上将同落。北京的局越来越诡，军方出手，地方震荡，古书成谜。这一次，中共4中全会的真正议题，恐怕不是文件上的治理现代化，而是谁还能留在牌桌上。10月18号，中共解放军报发表了社论，坚定不移把军队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说何卫东、苗华、何鸿钧等9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性质极为严重，影响极其恶劣。还说何卫东、苗华、何鸿钧等人的腐败问题，是已故的前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流毒的发酵变异，是信仰坍塌，忠诚失节，只要搞腐败就绝不姑息，没有免罪单书铁券，没有铁帽子王。前一天17号，中共国防部刚刚官宣9名上将被开除党籍、军籍。第2天18号，军报就火速跟进，追打他们的罪名了。这9名上将包括中共原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苗华、军委政治工作部原常务副主任何鸿钧、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原常务副主任王秀斌、东部战区原司令员林向阳、陆军原政委秦树同、海军原政委袁华志、火箭军原司令员王厚斌、武警部队原司令员王春宁。香港星岛新报分析说，9名上将落马是中共自所谓的改革开放以来最多高级将领被开除党籍和军籍的一回，也是第一次有中共军委副主席在任上就被惩处，令人震撼。被开除将领人数之多，位阶之高，前所未有。此外，火箭军从魏凤和、周亚宁、李玉超到王厚斌4任司令员都出事了。如此大规模清洗军队，规模也实属罕见。中共4中全会将盖章追认对这些人的处理决定。何卫东和苗华，再加上已经被撤职的前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中央军委原本应有7人，现在只剩下4个人了。他们是军委主席习近平、副主席张又侠、委员刘振立和张生民。这就好比一场抢椅子游戏，玩到最后，椅子还在，坐的人却越来越少了。所以外界十分关注中共4中全会是否会增选中央军委委员或副主席，预测张生民或者是刘振立，其中一人将升为军委副主席。现任中共国防部长董军能否进入中央军委，有待观察。10月17号，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突然官宣，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
军委纪委监委对何卫东、苗华等9名上将立案审查调查，党中央决定将他们开除党籍，移交军事检察机关。官媒新华网只是转载了国防部官网的相关通报，而这么重大的事，当晚的央视新闻联播居然都没有报道此事。前面苗华落马时，也是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突然宣布的，随后才有党媒引述了国防部的相关消息。而在苗华之前，从习近平打虎之初的徐才厚和郭伯雄，到去年6月的前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这些人的落马通报都是由新华社发布。通报内容是宣布当天政治局会议对相关人员的处分决定。那么问题来了，现在军方怎么开始抢戏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表面上的顶头老板还都是习近平，但怎么步调有点不一致了呢？难道减掉何卫东和苗华会是习近平自断手臂的决定？网友们嘲讽，现在中央分裂了，令人怀疑拿下何卫东和苗华的党中央可能不是虚有其表的习中央了，而军委主席的椅子，习近平怕是也坐不稳了。从对何卫东和苗华的官宣方式来看，现在中央军委和党中央可能都已经脱离了习近平的掌控。接下来我们插入一段工商时间，一个小伙子吃东西不小心咬到口腔内部，出现口腔溃疡，平常一般需要1周痊愈。旅途中试吃了一支红海参凝胶，第2天就差不多好了。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配方就是90%深海野生红海参，加10%的韩国红参，再加纯天然蓝莓原液，透过专利发酵做成果冻口感的口服凝胶，清爽不腥，还带点果香。红海参本身含有18种氨基酸、天然胶原和活性钙，不仅能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老化，还能补钙造血、改善气色，对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或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非常适合长辈、成长期的孩子、加班族等，而且一盒30支，带着走超方便。早上空腹或者是运动后，随手拆开就能吃，冰过之后吃起来口感更特别。我建议趁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我朋友怕断货，干脆一次囤了10盒。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输入优惠码大10局，就可以享受85折。中国大陆2盒起卖，4盒包邮，购满70美元，美国本土包邮，满260加币，加拿大包邮。根据媒体报道，被官宣落马的9个上将，大多出身原南京军区，多人来自福建的31集团军，也就是来自习近平的嫡系部队。那么这事就不简单了，习近平自己是不太可能把这些人都清理掉的。现在是轮到习家军的所有高级将领要被团灭了吗？那习近平在军中不就成了孤家寡人？不止如此，独立时评人蔡胜坤在 X 平台上爆料，除了官宣的9名上将之外，还有4名上将落马，他们是中共装备发展部长许学强、联参副参谋长徐启林、火箭军政委徐锡胜、国防大学校长肖天亮。之前外界也确实观察到，中共有35名上将，其中32名是现役上将，另外3名是中将代理上将职务。这32名现役上将，从去年12月至今，有16位是没有在公开场合出现的。也就是说，中共上将1半以上，已经有快1年的时间没有公开露面。蔡胜坤说，我得到的消息，现在还有上百个将军还在后面排队，还在审查当中。20大之后形成的所谓的习家军，基本上是被歼灭了。而 X 平台账号新高地也同样爆了此料。他说波及的中将有原军办主任、国防大学政委钟绍军、军纪委副书记周建新、南部战区副司令贾建成、北部战区副司令赵志丹、武警参谋长周建国、联勤参谋部副主任景建峰等9人将被免职或降职。少将层面，航太部队政治部主任唐兵、78集团军军长张帆、79集团军军长杨正根等15人也将被免职或降职。这些人涵盖军委、战区、公务、后勤、火箭军、武警等关键领域。
军中东南帮和公务系统几乎团灭。北京知情人士透露，现在军中已经出事和即将出事的将领都是习近平的人马，因为习近平早在8月已经答应辞去党军两职，只保留国家主席。但是在北京93阅兵前1个星期，习近平又反悔了。为此，中共各派系经过多方博弈，破例达成共识，中共4中全会习必须下台。之前军中的各种传闻现在是实锤了。如果这次习家将领集体陨落的消息可靠的话，意味着习近平真是出事了。关于中共4中全会，一个流传最广的预测版本就是，习近平可能以身体原因为由，先卸下军委主席和总书记的职务，也算保住了面子，而国家主席的任免需要等到2026年3月的人大会议才能履行程序。网友们跟着沸腾了，张又侠赢了，军方等于直接宣布变天了，习家军被大清洗了，这算团灭了吧？下一步就是逼宫大戏，剧本只能这样写了。中共4中全会全名是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而这届的中央委员会出事的高官人多的足以打破以往的记录。4中全会将是委员缺席比较多的一次中央全会，给习近平挖了好大的一个坑。据统计，在205名中央委员中，至少46人已经不在岗。刚被官宣落马的9名上将中，只有王厚斌不是中央委员。中共4中全会将追认其他8人的处理决定。军中变天也助力中央委员会打开天窗。再看地方诸侯也纷纷落马。今年已经被查的中共正部级高官有前西藏主席齐扎拉、前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前山西省长金湘军、全国政协常委毕景全、前广西主席蓝天利、前宁夏主席刘慧，以及内蒙古主席王立霞。王立霞和习近平关系密切，被视为风向标式的信号。习的朋友圈越洗越少。按照官媒所宣传的，这些中央委员可都是习近平亲自把关、亲自选拔的习家军，这就尴尬了。这和习近平反贪高潮的18大时期还不一样。那段时间被查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也达到43人，但那都是江派和团派人马。现在被查的可都是习派人马，提拔得快，倒下的也快。这些人事变动都显示出习近平的权力被重新洗牌的迹象。现在这棵大树眼看要倒，习家军的残余人马再爆也意义不大了。现在可能都在各怀鬼胎，与习近平保持距离，抓紧时间重新站队呢。中共4中全会前夜，军方这一连串的异常动作，让不少观察者联想到推背图中的第46象，仿佛预言正在照进现实。预言中谶曰：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颂曰：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图中画着一人右手前探，左手握拳放在胸前，似乎在试探前路，也暗藏警示之意。过去有民间高人曾经解读，第46象预示的是中共高层的军事政变或军中夺权。诗中有一军人身带弓，正对应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张字本身就含有弓，又侠二字的笔画结构里多个人形相连，形状又似拉弓射鸟，而鸟又与习字中的白羽相对应。由此推论，张又侠之名暗藏以弓射习之意，而白头翁3字并非指老人，而是一个字谜。翁字上面是白头，那就是上白下羽，也是把习字上下颠倒，因此白头翁其实寓意倒习，而张又侠就是命中注定的倒习之人。伏金剑形容的正是军中权力暗涌、刀光剑影的场景，而勇士入宫则象征军权变局已经逼近最高层的核心。当下的情势，中共国防部的最新官宣拿下9名习家上将，等于刀出鞘，剑指核心。这一刀架在了习近平的脖子上，也划开了中央军权的裂缝。如果这一切真的和推背图遥相呼应，那么这场军中风暴恐怕早已注定。谁是带弓之人，谁是难逃之人，
中共四中全会或将揭晓。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